太子秦云叛乱后宫，废除太子之位，贬为北凉郡王，即刻离京。我不是加班就死了吗？哼，北凉郡王，接旨吧。废物就是废物，连修炼都不会，被废也是活该。要不是嫡长子身份，他哪配当太子？占着茅坑不拉屎。刚穿越就被废，北凉蛮荒之地，这分明是送我去死。穿越者的金手指呢？系统，快出来救命！签到系统正在加载中，加载完毕。每日签到可得丹药、物资，每月签到可得武者、军团。丹药还能领军团？我当前等级是多少？怎么升级？1级领主，拿下大秦全部疆域，可升2级。既然你们要我死，我便献了这天。大哥这么快就要走，小弟特意来送送你。北凉虽险，未必不是新天地。倒是四弟，京城人心叵测，多加小心。废物就是废物，到北凉活不过1个月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开门。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陛下废我太子位，贬北凉郡王。2日后我便出发北凉。属下是皇后娘娘的人，属下愿随殿下同去北凉，护您周全。好，路上安危，便拜托你了。本月大签到已刷新，签到，立刻签到！恭喜宿主获得神将大宗师后期赵云。大宗师，大秦战力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召唤赵子龙。赵云，大宗师后期，忠诚度100%，常胜将军。末将赵云参见主公。二哥，秦云那废物被废了，贬为北凉郡王。我亲眼见他背着粗布包袱出了东宫。消息确认了，千真万确。不过父皇给他留了个郡王。父皇心思本就难测。二哥，现在太子位空悬，储君之位还不是你的囊中之物。话别说太满，眼下最要紧的是稳固自身势力，静观其变。是，二哥说的对。对了，二哥，你说陷害秦云这事儿，到底是谁干的？手笔也太大了。不该问的别问。是，我知道了。今日签到已刷新。签到，恭喜宿主获得洗髓丹100瓶。洗髓丹能疏通经脉、改善根骨的顶级淬体丹药。成了，我终于能修炼了。今日签到已刷新，恭喜宿主获得100万石粮食。殿下，队伍已备妥，可以启程了。出发。陛下，北凉郡王已启程离京。彻查栽赃太子一事，找出幕后黑手，一个都不放过。圣女，天牢地形、换班时间、接应路线全部安排妥当，随时可以动手营救长老。秦帝以长老为饵，想引我们上钩，不急，再等几日，确认万无一失再动手。进来。圣女，废太子秦云今日清晨离京，前往北凉就藩，随行护卫20余人，只有1辆马车。传我命令，调动城外人手盯住他的车队，务必活戳，不准伤他性命。圣女，一个废太子而已，抓他有什么用？你懂什么？收服他就能借他身份蛊惑民心，在北方建据点，价值比杀了他大100倍。动手选在荒郊野外，不留痕迹，得手后立刻送往北凉分讨。连个劫匪都没有，我这废太子也太没存在感了。王虎，到北凉还有多久？回殿下，约莫15天能到。15天？这天热的都快中暑了。前面是不是有镇子？去歇歇脚，吃了午饭再走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今日签到已刷新，恭喜宿主获得1000万两白银。发财了！有了这笔钱，招兵买马都不是问题。堂主，废太子进清风镇了，正在悦来客栈吃饭歇脚。终于来了，老子等的花儿都谢了。弟兄们精神点儿，等他一出村子走上山路，立刻动手。是，堂主。堂主，他有20个护卫，领头的王虎是2流武者，咱们能行吗？怂货！老子是1流武者，收拾他们跟切菜一样。这次行动大人非常重视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搞砸了，我先拧了你们的脑袋。是，堂主。来了，准备动手。拦住马车，活捉秦云，其他人格杀勿言。有埋伏，结成盾阵保护殿下。
子龙，带头的活捉，其余全部斩杀。是，殿下。阵去外放，是宗师境，情报错了，全错了。殿下，贼首已擒，绑了，问出幕后主使。谁派你来的？我不知道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杀！殿下，尸体上没有任何身份标识，都是死士。意料之中，收拾一下，继续赶路。圣女，行动失败了，黑虎堂主和所有弟兄无一生存，对方身边有宗师级高手。秦云身边居然有宗师守护，慌什么？不过一位宗师而已，这件事我亲自出手，调动所有眼线盯住秦云车队，路线落脚点一丝都不能漏。天牢营救计划照常，我去就回。殿下，已入云山郡，再过6天便能抵达北凉郡城。知道了，继续赶路。今日签到已刷新，签到，恭喜宿主获得明光铠甲2000套，2000套精铁明光甲，防御强，还适合北方气候，正好用来组建私军。追了4天，居然还没追上，这群人走的倒是快。所有人加快速度，今日必须追上秦云车队。是，少女。殿下，有高手来袭，实力不弱，还真是不死心。子龙，去解决了。是。小子倒是机警，可惜你挡了老夫的路，今日便送你上路。既然送上门，便陪你玩一玩。就这，你这宗师圆满，怕不是假的吧？庶子狂妄！算了，不陪你玩了。无趣。圣女，不好了，李宗师他被杀了。大宗师，秦云身边居然是大宗师，撤，现在就回京城。秦云，这仇我记下了。陛下查清楚了，陷害北凉王的是6皇子的门客，背后是魏贵妃在后宫搭桥铺路。年纪轻轻，心思就这么毒。那门客暗中处理干净，老6禁足府中，无旨不得出府。魏贵妃削去封号，打入冷宫。奴才遵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6皇子秦昭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出府。钦此。我再也不敢了。刘殿下，陛下这是护着您，有些心思不该动的，千万别再碰了。二哥，老6被禁足，彻底出局了。他碰了父皇的底线，出事是早晚的。老6还是太嫩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正好腾出了路，加速拉拢朝臣。蠢货自己把路走死了，接下来该我好好表现。太子之位势在必得。臣等恭迎北凉王殿下驾临就藩，下官马德，北凉郡守。下官张龙，北凉郡尉。有劳2位等候，本王出来栈道，日后还要多多仰仗2位。殿下一路辛苦，王府已安排妥当，晚些备了接风宴。身心俱袍，接风宴就免了。一座郡城竟破败至此，百姓日子难熬。殿下，今年收成极差，土匪横行，百姓早就过不下去了。一个被赶出京城的废太子也敢在北凉指手画脚，这天高皇帝远的，北凉还是我说了算。那以后咱们该干嘛还干嘛。少出去鬼混惹事，回屋做功课去。哼！王虎派人出去打探城内势力分布，马德、张龙底细越细越好。是，殿下。再去招一批老实可靠的仆役，府里原来的人全部打发走，一个不留。属下明白。今日签到已刷新，获得10吨银盐，绸缎千匹，锄头万把，用来安民招兵。殿下，府内各处已排查完毕，无密道暗格，暂时安全。辛苦你了。北凉水深，王府安危还要多费心。殿下放心，有属下在，无人能伤殿下分毫。殿下，情况摸清了，北凉明面分几股势力，郡守马德掌民政钱粮，贪财心黑；郡尉张龙掌3000城防营，性格冷硬贪权，有田有兵，两边讨好。城里青竹帮、黑风堂2大帮派，黑风堂是城外黑风寨的据点，官匪勾结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各方互相利用斥候，维持着脆弱平衡。殿下，枪术远攻近手最是实用。先练熟这4招，3流5者之内足以自保。殿下，人都招齐了，全是身家清白的穷苦百姓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王府的人，安分做事。本王保你们衣食无忧，不受欺辱。谢王爷恩典。
殿下，连年大旱，庄稼绝收，粮价飞涨。米价多少？1斗米5000银子，比平时翻了5倍，百姓哪里吃得起？马德、张龙，这2个毒瘤不能留。小美人，你爹欠我的钱还不起，拿你抵账天经地义。进我府做小妾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本金我早就还了，还的那点够义气吗？在北凉城，我马应龙的话就是规矩。带走。又是马巨手的儿子，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没人管得了啊！住手！哪来的野小子，敢管老子的事儿？活腻歪了！知道马公子找死！敢动我爹是谁吗？我爹是郡守府马德，是北凉阳的天！你敢打我，我让你全家吃不了兜着走！哦，郡守的儿子，好啊，你尽管叫人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是谁在城里闹事儿？活腻了！王捕头，就是这小子，给我抓起来，打断腿，丢进大牢！放肆！这是北凉王殿下，尔等也敢动手？殿下千岁！不可能！你敢伪造皇室身份！王捕头当街辱骂皇室宗亲，该定何罪？回殿下，当斩！那就拿下，关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求殿下救救我们！都起来吧！往后谁再敢欺压百姓，本王定斩不饶。殿下，让郡衙的人关他，马德必会把人捞出来。不急，让他先蹦跶2天，等马德一倒，马家自然跟着一起埋。一个落魄王爷也敢动我，我爹肯定会救我出去，这仇我记下了。马少爷放心，北凉还是马大人说了算的。大人，公子被北凉王下令关进大牢了。什么？爹，你可算来了，快救我出去！混账东西！你是要把老子往死里害？就算说口说话也是参与文，我们是全家都得完。爹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！你快把我弄出去！你就在牢里给我好好的反省！不要啊，爹！将军，北凉王当街拿下马应龙，打入大牢了。好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你派人12时辰盯死大牢，只要他敢私放儿子，我立刻带兵过去，借着王爷的事，直接把他连根拔起。是，将军。殿下，府里仆役差事都分配妥当。王虎，你现在去办件事，给郡守马德还有城内各部门主事官员全部下请帖，就说是新任北凉王接风宴，熟悉政务，谁敢推脱，就是不给本王面子。一个都不准缺，属下明白，这就去办。马德、张龙，这场鸿门宴便是你们的死期，不杀鸡儆猴，这北凉城不会听我的话。老爷，北凉王府送来的请帖。出去回帖，就说本官会按时赴宴。后天真要是敢在宴会上对我动手，你们护着我冲出去，在北凉城，他还没资格定我的生死。将军，北凉王府请帖。回帖就说本将准时赴宴。哼，被贬下来的废太子无兵无权，还能在北凉城翻了天不成？只要马德露出一点破绽，我便当场咬住，正好把这些朕违法欺压百姓的事全抖出来。马大人来的倒是准时，张将军不也一样？请吧，张将军，别让王爷久等了。本王初来北凉，今日设下此宴，一为与诸位认识，二为往后同心协力治理好北凉，让百姓安稳度日。愿听殿下吩咐。不必多礼，开席吧。殿下，末将敬您一杯，祝殿下在北凉万事顺遂，威震四方。殿下爱民如子，刚到北凉便严惩恶少，整顿风气，实在是百姓之福。可有些人身居郡守高位，却纵容儿子当街强抢民女，辱骂王爷，藐视大秦律法。敢问马大人，你治家如此，治郡又能好到哪里去？张龙，你血口喷人！王爷，犬子年幼无知，一时糊涂，并非有意冒犯王爷，更不是藐视律法。臣已经将他关入大牢，严加惩戒，绝无偏袒，求王爷明察。哼，年幼无耻！王爷刚到北凉，第一天就被你儿子当众挑衅，王爷的威严何在？大秦的律法何在？殿下，马德身为郡守，这些年在北凉贪赃枉法，欺压百姓，早已是民怨沸腾，请殿下为北凉百姓做主。王爷，张龙他栽赃陷害，想借着犬子的事扳倒臣，好独掌北凉大权啊！张龙，你身为郡尉，手握兵权，私下克扣军饷，私藏假戏，纵容部下劫掠百姓。你今天发难，无非是想借王爷的刀杀我，你好坐收离利。王爷，张龙狼子野心，他今日发难就是借机作乱，请王爷千万不要被他蒙蔽。够了，马德贪赃枉法，民怨载道，即日起解除你郡守一职，就地停职待审。张龙身为郡尉，拥兵自重，克扣军饷，即日起郡尉之位同样待审。王爷，你凭什么罢我的官？本官乃朝廷正式这个任命的北凉郡守，你这是假公滥世王威，本官不服。殿下，末将不服，末将镇守北疆城防，兢兢业业，何来克扣军饷、拥兵自重一说？你仅凭马德一面之词就革除末将职位，未免太过荒唐。末将手握城防兵权，绝不会接受这等无理处置，请殿下收回成命。放肆！王爷乃是陛下亲封的北凉郡王，持节镇守北凉，总领一郡，军政民生。尔等竟敢蔑视王威，找死不成？哼，一个小小护卫也敢在本将面前狂吠，
你算什么东西？真气外放，宗师，你是宗师境的强者。本王是陛下亲册北凉郡王，持今夜受王命。你们贪赃枉法、争权夺利、欺压百姓，其罪当诛。子龙，诛杀2人。保护大人，宗大人，那无赦！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我错了，我不服。殿下，逆贼已除。郡守马德、郡尉张龙贪赃枉法、祸乱北凉矫事，罪大恶极。本王已将2人就地正法，以小径直手。再敢有尔等引义为戒，今后有徇私舞弊、欺压良善、结党营私者，下场便与马德、张龙一般，绝不姑息。从今往后，北凉郡，本王就是王法。臣等遵旨，誓死效忠殿下，绝不敢有二心。王爷，吴兵符，谁也不能擅入军营，擅夺兵权。挡路者，杀！奉北凉王令，原郡尉张龙谋逆伏除，即日起由本将接任郡尉之职，全权掌管城卫军。参见将军，我等遵命。这是咋了？打仗了？小声点儿，听着像是城卫军。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敢为郡尉大人的府邸？大晚上闯过来，是找死不成？知道这是谁家吗？睁大眼看清楚！奉北凉王令，原郡尉张龙藐视王威、贪赃枉法、结党营私，已被就地正法。即刻起，对张家满门抄家查办，府内所有人一律不许乱动，胆敢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全都出来，抱头蹲下！不许收拾东西，不许藏钱，不许传信。反抗的，格杀勿论。哪儿来的丘巴？敢围咱们马府，活腻歪了是不是？知道这是谁家吗？郡守大人的府邸。你们敢往前迈一步，打断你们的腿！奉北凉王令，马德贪赃枉法，藐视王威，已伏诛。马家满门抄拿，反抗者杀无赦。放屁！我家大人是朝廷命官，谁敢动他？你们这是假传命令，造反不成？所有人出来，抱头蹲下。藏人、藏物、烧账本，一律按同等处置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这是啥情况？往日养尊处优，哪来这么多人？愣着干什么？开门！这些都是马德、张龙2家的人，奉王爷命令，全部关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不许任何人探视，不许传递任何东西。校尉大人，您说的是郡守大人和郡尉大人？不然还有谁？该死的地方，又潮又臭，连口热饭都没有。等我爹回去运作一番，看我怎么收拾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爷。不就是骂了他2句吗？至于把小爷关在这种鬼地方受罪？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人进来？上一两兄管上一万。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娘，说话呀！到底怎么了？我爹呢？为什么家里人全都被抓来了？你爹他死了！你爹被北凉王当场杀了，王府摆的是鸿门宴，郡守、郡尉一起被砍了，咱们马家被抄家了，全完了。喂，听说了吗？张家、马家昨晚被一锅端了。真的假的？那可是咱北凉最大的2家啊！千真万确，城卫军围了半夜，人全被抓去大牢了，家产全抄了，郡医张龙都被北凉王杀了。丁，今日签到已刷新。签到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粮食100万吨，铠甲2000套，黄金1万两，气血丹1000瓶。张家抄家清算完毕，属下特来复命。说，回殿下，
两家共超出现银130万两，金银玉器、珠宝首饰不计其数，折合银两近280万两。田地契约6000多亩，商铺43间，粮仓存粮合计20万担，另有私藏兵器，重甲数百件，良马300余匹。所有财物加在一起，总价值超500万两白银。这两家还真是贪得无厌，看来这些年北凉的百姓被他们压榨得够狠。王虎，属下在。把这次超出来的粮食运去郡衙粮仓，通知李达即刻开仓放粮，城内饥民、流民、穷苦百姓按人口领粮，老弱优先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本王清贪官就是为了给他们一条活路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，保证粮食一粒不少，全部分到百姓手中。王将军，这是奉王爷令，将抄没马家、张家的20万担粮食，再加上王府调拨的一批粮，全部运到郡衙，即刻开仓放粮，分发给北凉城内所有穷苦百姓、流民、饥民，全部分给老百姓。王将军，王爷真是这么吩咐的？王爷当真是一心为民。王将军放心，本官亲自现场监督，以人头担保，每一粒粮食都会完完整整送到，半粒都不会扣。王爷还说了，老弱优先，不许哄抢，不许欺压，务必让百姓安稳领到粮。明白！所有人全部出来，立刻布置发粮点，快！北凉王殿下有令，开仓放粮，无偿救济全城百姓。郡衙门前设下邮件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只要是北凉百姓皆可领粮。粮食来自抄没马家、张家赃物，王爷分文不取，全数归还。是这粮食了，满一大袋，不要钱。多谢王爷，多谢北凉王殿下大恩大德啊！我们家断粮3天了，再没吃的玩就要饿死了。殿下是救命恩人啊！活菩萨，殿下真是活菩萨在世。马家、张家欺压我们这么多年，王爷一来就为民除害，还白送粮食，这是上天派来救我们的。慢点吃，别噎着，这都是北凉王殿下给的，是殿下救了咱们全家呀！多谢北凉王殿下，殿下是大恩人，是咱们北凉的活菩萨，这辈子就算给殿下当牛做马，我也愿意。王爷，如今北凉城内家家户户无不感念王爷恩德，民心之稳前所未有。不错，继续稳住局面。末将参见王爷。城卫军原先张龙一系的将领心腹已全部清理完毕，如今军心安定，号令统一，只听王爷一人调遣。很好，从今日起，城卫军以及北凉郡内所有能调动的兵马统一北凉军。末将遵命。接下来，本王要对北凉城展开一轮大规模肃清。本王不允许任何黑恶帮派、地头蛇势力在城内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，鱼肉乡里。不把他们彻底铲干净，北凉就永远不算真正安稳。只有这样，老百姓才能安心过日子，安心耕种，安心做营生。王虎，此事交由城卫军全权负责，谁敢反抗，拒捕作乱，格杀勿论。是，殿下，属下即刻部署。好，快进去报信儿！奉北凉王令，肃清黑恶势力，青竹帮恶贯满盈，全员抓捕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冲！不许动，全部蹲下，反抗者死！奉北凉王令，黑风堂长期勾结山贼，劫掠商队，残害百姓，私藏兵器，祸乱城池，全员叛天，格杀勿论！快，立刻出城通知山寨的大当家，就说北凉城变天了。是，堂主。官爷，他是东街的混混头，收保护费的。杀得好，这些祸害早就该抓了。王爷真是为民除害，这下咱们终于能安心出门了。感谢王爷，把这群蛀虫全清走，咱们老百姓才能踏实过日子呀。丁，本月大签到已刷新，签，赶紧签。丁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玄甲铁骑5000名实打实的武者，全身披挂冷锻黑铁重甲，战马同样披甲。北凉旷野将是重骑兵无敌的天下。殿下，我们来这里究竟是要做什么？别急，我在等一支大军。玄甲铁骑参见殿下！参见殿下！众将士，平身。谢殿下！子龙，这便是玄甲铁骑，怎么样，酷不酷？殿下，这等精兵，末将从未见过，此等战力，足以横扫边陲，无人可挡。以后这5000玄甲铁骑就是北凉军的绝对主力，谁若敢来犯北凉，就让他们尝尝钢铁头流的滋味。走，去城外军营安顿玄甲铁骑。是。
属下王虎，不知殿下亲临，有失远迎，方才误响警报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无妨，警惕路不错，起来吧。殿下，这些是……他们是本王为北凉军新添的利刃玄甲铁骑。王爷从哪儿弄来这么一只怪物？看一眼就腿软。从今日起，玄甲铁骑正式编入北凉军，为我北凉第一主力。殿下威武，有玄甲铁骑在，北凉固若金汤。殿下威武！王虎，你立刻腾出大营最内侧、最宽敞的区域，作为玄甲铁骑专属营地，马厩、粮草、军械一应优先供给，不得有误。末将立刻去办，保证半点不差。殿下，全军改编已毕，旧郡兵、老城卫军全部打散重编，归入北凉军建制。加上这几日收拢流民青壮，现在在册兵力已经突破1万人，各部编制、哨位、操练都已走上正轨。继续招，把北凉军直接扩充到10万规模。北凉郡流民多，苦役多，无家可归者多，这里面身强力壮的，能吃苦的，敢拼命的，多的是好苗子。你只管去挑、去选、去收拢。军饷翻倍，只要愿意入北凉军，当场发放安家费，让他们家人先吃上饭，活下去。当兵不怕苦，就怕卖命换不来一口安稳粮。北凉军不搞那套虚的。殿下，那钱粮……这事你不用操心，本王已经备足，别说10万，就是20万大军，本王也养得起。属下遵命，必定竭尽所能，为殿下招募10万精兵，绝不辜负殿下信任。接住！这是洗髓丹。殿下，此丹太过贵重，属下不能收。殿下还是留着自用，或是赏赐给更重要的人。收回去，本王说了给你，就是你的。这东西本王手里还有，不算什么稀罕物。王虎，你记住，本王赏罚分明，你这些天做得很好，整编军队忠心耿耿，这颗丹是你应得的奖励。你现在卡在2流武者多年，服下它，抓紧突破，早日踏入1流武者。北凉军需要一个1流武将坐镇。属下谢殿下厚赐，属下必定日夜苦修，不负殿下期望。此生此世，誓死效忠殿下，万死不辞。起来吧，军营一应事务，操练、扩军、布防、粮草、军械，本王全交给你。有事再报，无事你自行决断。子龙，殿下，你距离大宗师圆满还有多久？回殿下，根基稳固，气息圆满，只差最后一丝水抹功夫，再有1个月，必能突破大宗师圆满。子龙，你现在是本王最大的底气，修炼上缺什么，灵药、兵器、功法，尽管开口。本王只有一个要求，尽早突破天人。末将遵命。李达，臣在。如今北凉城黑帮尽除，民心安定，已经走上正轨。接下来，本王要做一件大事，全面改造北凉城，把这座破落边城改造成一座真正宜居、安稳、规整的大城。第一，城内所有垃圾划定专门堆放区域。第二，污水与饮水彻底分流，挖明沟、修暗渠，不许再渗进井里。第三，城内那些倾斜老墙全部拆除，重新规划街道，统一修建新房，保证百姓住的安全。第四，全城重新规划路构，划分区域，井然有序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乱搭乱建，乌烟瘴气。王爷，这工程量太大，牵扯千家万户，还要动土、拆房、挖渠、修路，人手钱粮都是天文数字。这些你不用操心，改造工程立刻启动，越快越好。北凉城内外，只要愿意出力的，全部录用，管饭还发工钱。所有花销直接从王府内库支取。殿下放心，臣明白了。只要钱粮充足，属下保证以最快速度拿出规划图，挨家挨户安抚百姓，绝不出乱子。去吧，做事细致一点，百姓安置要到位，不许出现强拆强赶、欺压民众之事。是，臣谨记在心。都过来！所有人，吏员、书办，立刻到大堂集合。王爷有令，即日起全城大改造，清垃圾、修水渠，拆危房、铺新路，建所有活计，全部开工。第一件事，立刻全城招工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只要有力气、愿意干，全都要。管2顿饭，1文不少少，当场发。管吃还发钱呢，咱们这边城还有这好事？修城都是抓壮丁，不给钱还挨打，现在居然反过来了。王爷亲口下令，从王府内库出钱，谁敢克扣，直接都别愣着。
马上出去张贴告示，各坊上街口都贴上，大声喊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招工了，郡衙招工了，清街、修渠、建房、铺路，管吃管住，当日发钱。能去，只要能搬砖、花土，就要管饱饭，干完就给钱。哇，快来，有活路了！不摆了，一天也赚不了几文，修成还管饭。我的娘啊，大不大？第一次见官府招工还给钱的。以前官府让干活不打你就不错了，现在倒好，管饭还发钱。咱们王爷真是青天大老爷啊！不光放粮救我们，还给我们活路。以后街道干净了，污水不臭了，咱们也能像京城人一样住好房子了。跟着王爷有盼头了，真的有盼头了。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，人人有份儿，都有活干。有件事跟你们说一声，咱们安插在城里的点儿黑风堂被人一锅端了。什么？啊！黑风堂没了？谁干的？妈的！张龙不管吗？大哥，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动咱们黑风寨的人？是不是马德和张龙那两个狗东西看咱们不顺眼，暗中下的手？肯定是他们。之前分赃就不拘，现在看咱们势大，想吞了咱们的地盘。不是马德、张龙，是城里新来的那位北凉王。北凉王？呵呵，我听过这人，不就是那个被废掉的太子吗？听说在京城失势，被发配到咱们北凉这种破地方，一个落魄王爷而已。一个连自己位置都保不住的废物，也敢来咱们头上动土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，原来是个丧家之犬！大哥，这事儿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黑风堂一灭，等于断咱们一条胳膊。传出去，道上的人还以为咱们黑风寨怕了一个废太子，必须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。要不然，以后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敢骑在咱们头上拉屎。阿德、张龙在北凉经营10几年，根深蒂固，官府、军队、黑道，全是他们的人。你们觉得一个刚到北凉的废太子，说杀就能杀，说端掉黑风堂就端得干干净净？手段狠，动作快，眼光准，这不是愣头青，这是狠角色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，难道就这么忍了？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？忍？我笑面虎什么时候忍过别人？以前咱们和马德、张龙有协议，村镇他们罩着，咱们不轻易去碰，只在山道上结商队。现在那两个东西已经被北凉王砍了脑袋，旧约自然也就作废了。从今天起，咱们不用再藏着掖着，周边县城、村落、农庄、商队，看上什么抢什么，遇到反抗就杀。他想安稳坐稳北凉王，那也要看我们黑风寨答不答应。我就是要把四周搅得天翻地覆，鸡犬不宁，让百姓怕，让官慌，让他这个北凉王坐立难安。他不是喜欢护着百姓吗？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护住整个北凉郡。二当家、三当家，你们各带100弟兄，分2路骑马下山，专挑那些没有城防、离城较远的村镇下手。我要让秦云清清楚楚的知道，动作弄大点儿，就是要让他知道，这股乱子就是我黑风寨给他找的。明白？土匪！黑风寨的人！土匪来了！土匪进村了！快关门！快躲起来！哈哈哈哈！好啊，接着跑啊！
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躲，把所有人都给我赶出来！敢躲的直接杀！你们别怕，老子今天不是随便乱杀。你们都给我记住，这事儿全是北凉王闹出来的。他在北凉城端了我们黑风堂，杀老子的兄弟。他想当救世主，老子就让他救不过来。动手，粮食、钱财、牲口全部带走。年轻力壮的男人、半大的孩子全都绑走，带回山上当苦力。收，抢，男的抓起来，女的看住，值钱的全都搬走。这点东西还不够老子塞牙缝。三当家还抢？要让北凉王天天都能收到消息，天天都睡不安稳。咱们多烧一个村子，多抢一点人，他在城里就多一分难受。今夜咱们就一路抢过去，鸡犬不留，让整个北凉郡的人都知道得罪黑风寨是什么下场。殿下，这几天北凉郡边境数个村镇接连遭到黑风寨土匪洗劫，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房屋被焚，粮食被抢，青壮年被掳走，老弱妇孺惨遭屠戮，哭声遍野，惨不忍睹。多个村子一夜之间变成一片焦土，而且土匪还故意留下话，四处散播。他们说北凉王端了他们的黑风堂，这笔账要算在整个北凉百姓头上。他们就是要把北凉搅得天翻地覆，让殿下在北凉坐不稳王位。他们仗着山寨地处深山，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断定官兵不敢进山，更是肆无忌惮，连抢数村，毫无收敛。殿下，这群土匪简直是目无王法，丧心病狂，再不遏制，整个北凉外围都会变成人间炼狱。这群该死的匪类简直是反了天了，在殿下治下还敢如此猖狂作恶。殿下请给末将3000兵马，末将这就进山，把这群杂碎一个个揪出来，碎尸万段，为死去的百姓报仇。好一个黑风寨，好一个笑面虎！本王之前肃清城内只是拔除眼线，没想立刻对深山动手，本想等整顿完毕再慢慢收拾土匪。既然他们自己急着跳出来找死，那本王就成全他们。子龙，末将在。点齐1000玄甲铁骑，明日一早随本王亲征黑风寨。本王要亲自进山，一举荡平黑风寨，鸡犬不留，彻底剿灭这股匪患。末将遵命，定护殿上周全，踏平黑风寨。李达，本王亲自领兵剿匪，不在城中这段时间，北凉城改造之事不能停。招工、拆方房、修沟渠、建新房，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钱粮从王府内库支取，人手不够就扩张，务必抓紧推进。臣明白，殿下尽管放心前去剿匪，臣必定保证城内秩序，绝不耽误改造分毫，静候殿下凯旋。黑风寨，你们不是想逼本王出手吗？那本王就来了。这一次，本王要让整个北凉都看清楚，敢犯我治下、害我百姓者，虽远在深山，必诛之。大哥，我这边抢了3个村子，粮食足足拉回来7、8车，银钱好几大箱，抓回来的青壮有100多，正好补上咱们寨里缺的人手。敢反抗的，我全给宰了。房子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，一个活口没留。我这边也不差，一路抢过去，村子连抢2个，全变成白地。北凉王那边肯定已经收到消息了，这会儿估计还是气得跳脚。咱们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不是好惹的。大哥，这可是在山上接生的就少多了，那些村民吓得跟鹌鹑一样，根本不敢反抗。以后咱们就这么干，天天下山抢，看谁还敢管咱们。好得很。这一次咱们不但发了大财，还狠狠出了口恶气。北凉王断咱们一条胳膊，咱们就毁他一片地盘，这才只是开始。一个迎接北凉赶出来的废太子，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？到了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没错，他也就敢在城里杀杀混混，看看土豪罢了。真敢进山，借他100个胆子。你们说的不错，接下来继续歇2天，然后再下山接着抢，接着上得更大样。我要让北凉王天天都收到坏消息，夜夜都睡不安稳。殿下，
黑风寨就在前方30里的核心山区里，末将已经提前派出3波斥候，轻装潜入，侦察地形、哨卡位置，全部都在摸查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就地休整，下马休息，捧体力，养足精神。今夜就是黑风寨的死期。真没劲，这破地方半夜还要站岗。官府那帮软蛋敢进山吗？咱们在这儿就是走个过场。北凉王收到消息，也只敢在城里骂娘。明天咱们再下山抢一波。这次抢了不少好东西，等大哥高兴了，说不定能多分点银子。等过段时间，咱们直接杀到城门口，吓死那北凉王。今晚月亮不错，就是有点冷。等换岗了，回去喝2口热酒。进攻！官兵，有官兵杀进来了！快，敲响警钟！第一袭，大批官兵杀进来了！怎么回事？哪来的警钟？官兵怎么可能进山？快，抄家伙，干他丫的！杀！妈的，这群人也太厉害了，他们个个都会武功，这哪是普通官兵，这是杀神啊！老大呢？大当家在哪儿？全都给我顶住！谁敢退，老子先杀了他！匪首，拿命来！大哥，对面实力太强了，这些士兵全都是武者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！闭嘴！快突围，冲后山悬崖走！想跑？宗师！你就是黑风寨大当家笑面虎？没错，老子就是！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笑面虎，本王听说你很狂，你派人烧村镇，掠百姓，还要让本王在北凉坐不稳王位。北凉王，这一次老子认栽，是老子瞎了眼没看清你的底细。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老子死了会有人给老子报仇的。你杀了我，你就天天活在恐惧里吧。我背后有人，真正的大人物，他绝不会放过你，他把你们碎尸万段，等着被杀吧。好，那本王就等着。殿下，末将会替殿下一一扫清，但凡敢对殿下不利者，末将定斩不饶。这群人全都给我押回北凉城，城里正在大改造，缺的就是人手。殿下，在后山暗牢里发现了大批被关押的老百姓，立刻把他们全部带过来。子民们，我是北凉王秦云，你们安全了。黑风寨的土匪已经被本王全部剿灭，本王在此承诺，都能安安稳稳过日子。我们终于能回家了！点火！听说了吗？黑风寨没了，是被王爷亲自带人灭的。老天爷开眼，那群杀千刀的土匪总算遭报应，王爷这是替我们报仇了。多少年了，咱们这山里就没太平过一天。如今好了，王爷说动手就动手，还亲自进山，这才是真正为民做主的好官。咱们是遇上明主了。大哥，完了，这下真完了，黑风寨没了，笑面虎被生擒，当场就死了。你说什么？真被灭了？北凉王真敢进山？大当家的真的被灭了，而且那位王爷放话了，要把北凉境内所有土匪一网打尽，一个不留。大哥，黑风寨都顶不住，咱们这110来号人，人家来一趟，咱们连渣都剩不下。好吧，大哥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们连夜往别的郡跑，这不够，这就说好，赶紧跑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这官兵杀到，想跑都跑不了。黑风寨是废物，不代表我们也是。北凉王刚灭了的黑风寨，就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，还想把我们全灭了，吹牛也不打草稿。就是，咱们这风寨比黑风寨的还险，官兵就算来了也攻不上来。军队总不能天天待在虚张声势，真要清剿不良的土匪，那得多少兵力，多少时间？瞧瞧这群王八蛋，以前在山里作威作福，现在也有今天。该让你们慢慢干，干到死为止，给北凉城修一辈子路，也算将功补过。殿下，黑风寨俘虏已全部押赴工地，王虎将军已点齐2000兵马，继续清剿残余匪寨。正好，北凉军久未经历实战，在真刀真枪里磨一磨，这比在校场练100天都管用。末将遵命。门主，属下等恭贺门主成功突破大宗师，从此一步登天，笑傲北疆，无人可挡。恭贺门主成就一方武道大宗师。好，本座闭关3月，总算不负众望，踏出这一步。门主，有一事需向您禀报，咱们安插在北凉郡境内的棋子，一夜之间被人彻底铲除了。笑面虎被生擒后毙命，寨子烧成白地。谁干的？回门主，
北凉郡新来了一位皇室宗亲，是当今朝廷贬谪下来的废太子。哼，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，不过是个被朝廷抛弃的废物。既然他敢灭我合欢门的人，那就必须付出代价。记住，只杀护卫，我们没必要直接跟朝廷撕破脸。遵命，属下明白。从今日起，合欢门不再躲藏，杀正派的人，夺他们的功法。两位，今日这一趟，咱们必须拿出诚意。现在真正大权全在他手里，咱们想要在北凉继续立足，就必须低头。这位小兄弟，我等是孙、李、赵三大家族家主，今日特来拜谒王爷，有蓝帖在此，烦请代为通传。草民孙文、李明赵克拜见王爷。三位家主不必多礼，坐。王爷近日操劳，先是肃清城内恶霸，再亲率大军深入群山，一举剿灭黑风寨匪患，为民除害，威震北凉。如今全城百姓无不感念王爷恩德，草民三人听闻消息，也是由衷敬佩，心中振奋。保境安民，本王分内之事。王爷年纪轻轻，便有如此魄力与手段，实在是我北凉之福。以往北凉境内匪患不断，官府束手无策，百姓常年惶恐不安。如今有王爷坐镇，总算能过上安稳日子了。草民三人世代居于北凉，看着这片土地起落伤衰，心中一直盼着能有一位明主坐镇。如今总算盼来了王爷，今日登门，一来是向王爷道贺大捷，二来也是想问问王爷，日后北凉建设，我等世家是否有能尽绵薄之力的地方？本王知道你们今日来不是单纯道贺，本王不喜欢绕圈子，做事向来直来直去。北凉郡如今是本王的领地，在我的地盘上想要生存，就得按本王的规矩做事，这是铁律，没有例外。你们三大世家这些年在北凉做了什么，本王心里一清二楚。土地兼并，把持粮价，勾结旧吏，垄断商路，甚至黑风寨的银子有多少流进了你们的口袋？之所以没有立刻对你们三家清算，不是本王心软，是觉得你们还有用。北凉百废待兴，光靠王府不够，你们的土地、人手、商铺、渠道都是北凉需要的。今天就算你们不来，本王也会派人请你们来。既然来了，那本王就不客气了。从今日起，三大世家要全力配合王府，为北凉郡的建设出钱、出力、出工，修路、建城、办工坊、赈灾民。凡是王府牵头的事，你们三家必须无条件支持。还有，你们三家名下所有产业，无论粮行、布庄、牧场、商铺，凡涉及北凉境内经营的，利润分60%给王府。60%？只有这样，本王才能确定你们的忠诚是实打实的。疯了！北凉王绝对是分60%，我们辛辛苦苦经营，冒着风险打通渠道，最后只拿40%。60%？我家的土地靠天吃饭，靠人劳作，遇上灾年还要赔本。他倒好，坐享60%。离谱，太离谱了！我开商铺、酒楼、车马行，要打点关系，要防备劫匪，要养活伙计，他一句话就拿走60%。本王拿这60%利润，不是为了贪图你们这点银子。本王拿了钱，自然要为你们三家保驾护航。从今往后，有本王在，北凉境内没人敢动你们的产业，没人敢找你们的麻烦。更重要的是，本王可以将特许经营权交给你们三家。特许经营权？王爷厚爱，草民感激不尽。我孙家愿为王爷马首是瞻，北凉建设。孙家愿出粮万灯，银2万两，全力配合王府一切指令。我李家也愿出土地千顷，组织佃牧参与城池改造，绝无二话。我赵家愿捐出城内半数车马行，供王府调遣，商铺所有利润尽数按王爷规矩分配。我等三人定当忠心耿耿，为王爷效犬马之劳。好，本王接下来就看你们三家的表现了。北凉的天地不止于此，未来你们的生意版图会越做越大，从北疆郡走向整个北方，甚至走向全国。你们只管放心大胆的去干，去争，去抢，本王就在后面给你们撑腰。谁敢动你们，就是动本王的钱袋子；谁敢挡你们的路，就是挡本王的北凉。多谢王爷信任，我等定不负王爷所托，誓死效忠王爷。灵儿，前面就是北凉城了，咱们先进城找家客栈落脚，吃点东西休息一晚。明天摸清王府守卫的路线，找准机会，直接动手杀了那个护卫宗师。只要那人一死，就是给北凉王最狠的警告。任务一了，咱们立刻回山复命。行，都听你的。这任务本来就简单，不过是杀一个宗师罢了，对咱们来说轻轻松松。这是北凉城，
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老伯，敢问城里这是在做什么？怎么到处都在翻建房屋？你们是外乡来的吧？这是咱们北凉王下令全城翻新改造呢，修路、建房、挖渠、通水，以后咱们的老百姓就能住上干净安稳的房子，再也不用风吹雨淋了。没想到这位废太子还挺体恤民生，有心思给百姓建成安家。若是他顺利当了皇帝，估计大秦的老百姓真能过上几天好日子。可惜了，还是被秦帝废了，发配到这种偏远。行了，别感慨这些没用的，他是好是坏跟咱们没关系。咱们是来杀人的，不是来评理的。赶紧找个客栈落脚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好办事。嗯。怎么样，王府守卫严不严？比预想的要严。全是精锐武者，轮班有序，明安哨配合的滴水不漏，白天几乎没有下手的机会。再严也是小喽啰，咱们是宗师，还怕这些小兵？小兵不足为惧，怕的是打草惊蛇。那个宗师还没露面，咱们不知道他的位置。白天强攻，容易被拖住，一旦全城兵马围过来，咱们想走都难。晚上动手，夜里视线差，守卫警惕会比白天弱一分。咱们趁深夜换岗的空隙，翻墙入府，直奔主院方向。宗师必定守在北凉王身边，咱们直接联手突袭，速战速决。以你我合欢宫的联手威力，就算他是宗师圆满，也挡不住咱们合击。得手后立刻撤离，绝不恋战。还是你想的周全，那就晚上动手，杀完那个宗师，给北凉王一个惊吓，咱们立马出城回山交差。时辰差不多了。有意思，两只老鼠竟摸进来了。该我出手了。灵儿，先别动。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人在暗中盯着我们？没有啊，四周除了守卫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王府守卫虽严，但咱们收敛了气息，藏得滴水不漏，谁能发现我们？不对，我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就在我们头顶上。从我们进内院开始，这感觉就没消失过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盯上了，浑身不自在。你想多了吧？别自己吓自己，耽误了任务。不能再往前走了，我们先离开，立刻走。我的直觉不会错。好，走。来都来了，偷偷摸摸逛了这么久，这就想走啊？走！两个宗师也敢闯北凉王府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此人非常危险，远超普通宗师，不能留守，一起上，动用合欢合计，杀了他！好，合力破敌！杀！有点力气，可惜还不够看。既然你们这么想打，那我就陪你们玩一玩。此人是大宗师，灵儿，你快跑，我来拖住他。你立刻回去禀报门主，让门主为我们报仇。要走一起走，我不能丢下你。快走，再不走，我们两个都得死在这里。哼，你们两个谁都走不了。
转过去！想跑？留你们一命，还有话要问。说吧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受谁指使？潜入本王的王府，意欲何为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好，既然他不肯说，把女的拉出去，斩了。是，殿下。不要！你敢！本王有什么不敢的？在北凉，本王的话就是规矩，你不说他就得死，你说了或许还能留条性命，自己选。我们是合欢门的雌雄双煞，我叫林薇，她是梅玲。本王与你们合欢门素无瓜葛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为何要潜入王府刺杀本王的护卫？难道黑风寨背后的势力就是你们合欢门？没错，黑风寨是我们合欢门安插在北凉的附属势力，负责敛财、抓人，供门中修炼所用。合欢门如今最强的修为是什么境界？门主林平刚突破大宗师。门中有几个大宗师？只有门主一人，其余长老都是宗师境界。你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？在幽峻的大坡山深处，一处天然溶洞群里，那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是合欢门的总坛。北凉王，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你放我二人回去。从今往后，合欢门与王府井水不犯油水，再也不会派人来北凉滋事，如何？呵呵，你可真是想得美。区合欢门，本王压根不放在眼里。林平要是敢来北凉，本王定叫他有来无回。把二人押下去，好生看管，留着他们还有用。是。殿下，合欢门竟敢派人潜入王府行刺，形同谋反。属下愿亲率300精锐，连夜奔袭幽峻大坡山，直接踏平合欢门总桃，将林平首席带回，以绝后患。子龙，不必急躁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等时机一到，灭合欢门不过是举手之劳。谁能想到，一个被贬的废太子身边竟然藏着一位大宗师？我们这次是真的栽了。夫君，你说门主会不会派人来救我们？门主已经是大宗师了，他一定会想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救？怎么救？门主的确刚突破大宗师，可王府大宗师远胜普通大宗师，门主就算亲来，也未必是对手。门主真要是敢来北凉救人，只会是自投罗网，有来无回。陛下，暗卫有密奏，关于北凉王。说，北凉王抵达北凉之后，第一时间便以贪赃枉法、通匪祸民之罪，将郡守、郡尉当场斩杀，雷厉风行，震慑全城。北凉王身边有一位宗师级护卫，实力强大。短短时间内，北凉王整顿城防，肃清恶霸，率军进山，一夜踏平匪寨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哦，他竟有如此魄力，千真万确。如今北凉城内，北凉王深得民心，百姓拥戴。看来这小子确实成长了。派人暗中查清楚秦云身边那位宗师的来历，是江湖人还是旧部或是别的势力？一有消息立刻禀报。老奴遵旨。陛下，那北凉郡守与郡尉终究是朝廷任命的官员，北凉王未经上奏，未经三司会审，直接斩杀，朝中百官恐怕会有非议。非议？那2个废物在北凉鱼肉匪类，参谋勾结匪党，让北凉烂到根里。他们的罪死100回都不够。秦云砍了他们，正合朕的心意。若不是朝中没人愿意去接北凉这个烂摊子，朕早就下令把这2个蛀虫斩了。如今秦云替朕驻守，何错之有？朕只希望北凉郡能在秦云手里真的安稳下来。白莲教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？回陛下，暗卫连续传回急报，
白莲教众近期活动频繁，四处串联，暗中集结，似乎在谋划劫狱，营救天牢内关押的几人。知道了，传令下去，暗中加强天牢戒备，但表面上适当放松一些，故意露出破绽，引他们出手，将其一网打尽。老奴遵旨。其他几个皇子最近都在做什么？太子之位空着，这几个小子不会安分。你如实说。二皇子近期深居简出，表面上在府中读书修心，暗地里却频繁联络京中士族、文官集团，还多次私会户部、吏部的官员，宴席不断，拉拢人心的意图十分明显。四皇子依附最紧，几乎天天往二皇子府上跑，充当马前卒，在外替二皇子散播声。三皇子则两头观望，一边与二皇子保持亲近，一边又私下接触几位侯爷和拉拢朝中重臣。五皇子暂时没有大动作，整日在书院读书，看上去不问政事，并没有表现出争夺储位的心思。但暗卫回报，他与军中将领来往密切，也并非全然无心。沉得住气，还算有点脑子，没有急着跳出来大打出手，已经比朕预想的要好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继续暗中盯着他们做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一字不漏，全部记下来，报给朕。朕这江山迟早要交出去，太子之位终究还是要从他们几个当中选一个，早一点立太子，也能稳定朝中文武百官的心，免得人人心思浮动，耽误国事。老奴明白，这就去安排。真的假的？开出来的地归咱们自己，还免税3年。千真万确，王府告示贴满了，三大家族都在出粮出力担保，绝不会骗人。老天爷呀，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气，这辈子能有一块自己的地，死也值了。走，回家拿锄头，明天就上山看一亩是一亩。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，王爷一句话就成了真。跟着王爷，咱们能过上好日子。来了，每月一次的大签到，终于来了。系统签到。罗网，我操，直接炸了！天罗地网，无孔不入的终结杀手组织。以蜘蛛为图腾，以杀人为业，以情报为骨，以忠诚为魂，等级森严。顶层是天子1等杀手，代号皆出自越王8剑。他们不只是杀手，更是情报网，渗透朝堂、江湖、世家、军队，上能刺探帝王机密，下能监控市井小民。训练残酷，只认命令，没有感情，任务高于一切，不计代价，不问对错。6剑奴一体同心，剑不出则已，一出必见血。还有赵高，身形不高，语气平缓，笑意温和，可眼底却藏着天下最阴狠的算计。举手投足之间，便能搅动整个帝国风云，把朝堂、江湖、诸侯全部玩弄于股掌。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，还有精密。明明是绝世杀手，每一招都带着致命杀机，可那眉眼之间的风华，却偏偏美得惊心动魄。冷、艳、险、绝4种气质混在一起，给着一种危险又致命的吸引力。罗网真正可怕的，从不是某一个高手，而是这张覆盖天下、无孔不入的天罗地网。这大签到给的罗网，
竟然有10万人！原本以为能有1万多人就顶天了，实在太给力。宿主可将10万罗网成员分配至指定区域进行布控。系统能不能直接把人分布到整个大秦所有地盘？没问题。系统，召唤罗网，把赵高、六剑奴、眼叶、荆泥、玄简一共10人立刻召唤到王府后院，剩下所有人分散部署到大秦36郡，每郡、每城、每县、每乡都安插暗子于眼线，即刻进入监视状态，如鹰隼般冰冷如刃。这么锐利被一层尸骨一拳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错觉。属下赵高，携罗网众部下参见殿下。都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本王握在手里的暗刃、耳目。明面上有北凉军，暗地里就靠你们罗网。本王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：绝对忠诚，情报无阻。只要是本王想知道的事，不管在京城、在边疆、在深山，你们都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本王面前。属下遵命。罗网上下，此生只听殿下一人号令。幽郡大坡山有一魔教，名曰合欢门，门主林平残害百姓，勾结匪类，此前还派人潜入王府行刺。你们即刻出发，带人踏平合欢门总坛，鸡犬不留，一个不剩。属下明白，必定不辱使命，将合欢门彻底铲除。去吧，速去速回。属下告退。我们这位殿下长得是真帅啊，比江湖上那些世家公子好看多了，又年轻又有气势。专心做事，殿下不是你能随便议论的。花痴，完成任务要紧，少分心。废话少说，殿下还在后面看着，成何体统？现在立刻去调集人手，整顿队伍，先把殿下交代的任务办好。合欢门盘踞多年，底细还没摸透，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，不许给殿下丢脸。门主，这段时间我们按计划出手，连续偷袭了3个正道门派的据点，抓了他们20多名弟子。附近的小门派已经吓破了胆，有的直接关门闭货，连山门都不敢出。他们都听说您突破到大宗师了，一个个吓得不敢吭声。现在正道各派人心惶惶，没人敢再跟我们作对。哼，很好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以前我们合轩门被那些所谓正道追着杀，东躲闲藏，抬不起头。现在我成了大宗师，也该风水轮流转了，继续加大力度，给我狠狠打击各派，让他们知道，从今往后幽郡一带，谁输了算。是门主。5长老、6长老呢？雌雄双煞怎么没来？不知道啊，没看见人，以为他们早就回来了。前些天不是派他们去北凉郡解决那个宗师的吗？这点小事儿应该很快办完才对。难不成他们在路上出了事？马上派人下山，沿着去北凉郡的路找。
是。门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报告门主，5长老、6长老被北凉王给抓住了。什么？被抓了？怎么可能？四兄双霸联手，连宗师圆满都打不过他们，一个北凉王怎么可能抓得住他们？是不是中了埋伏？还是北凉那边有高手？立刻给我查，把北凉王府所有情况全部查清。那个北凉王身边有什么高手？双煞是怎么被抓的？一个细节都不许漏掉。是，属下马上去办。都再看一眼。这1个多月，我们的人混进天牢当杂役，摸清了换岗时间、巡逻路线，连哪块地砖松动都记下来了。这里是天牢最外层的守卫亭，我们花了500两银子买通了里面的2个看守。3更天换岗时，他们会假装肚子疼，拖延一炷香的时间。东北角的下水道是天牢的老漏洞，年久失修。我们的人已经打通了最后一节，但里面狭窄，只能容1人通过，动作必须快。里面关着的是白莲教的长老，这次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谁要是掉链子，坏了大事，莫怪我白灵的剑不认人。谨遵圣女令。好，按计划行事。子时3刻，城内天牢西侧胡同集合，听信号统一行动。是。秦云，你给老娘等着！动手！快，换班前夕只有半炷香，别耽误。守卫七少。不好，有埋伏！杀，一个不留！陛下，天牢那边出事了，白莲教真的动手了，想劫狱救人。暗卫早有准备，所有参与救援的白莲教徒一个没跑，全部当场斩杀。这群臭老鼠总算肯露头了，藏着掖着反倒难办。既然肯动手，说明他们也急了。这一败，他们短期内肯定不敢再动，得缓一阵子。天牢里那几个白莲教的余孽都处理了吧？他们的作用已经用完了。是，陛下。
圣女，成功了吗？长老都救出来了，天牢那边动静那么大，是不是得手了？行动失败。怎么会？我们不是计划的那么周密吗？连天牢的守卫都收买了。秦帝早有准备，他早就料到白莲教会动手，故意露出破绽引我们上钩。我们所有的计划全在他的算计里。想救长老，难如登天。那些去的死士，一个都没回来，全没了。营救计划取消，明天一早离开京城，返回总坛。是。停！分出去10人，去前面侦查，摸清地形，找到合欢门总头的具体位置。是。原地休息，等侦查结果回来再行动。是。说真的，这是第一次跟殿下办事，可得漂亮点，不能丢了罗网的脸。你就一个字，聊不聊得下去。别理他，木头一个。我听说这合欢门除了那个大宗师，还剩4个宗师，咱们3个不得多捞几个？这次你们别跟我抢，我要多杀2个。好久没动刀了，手都痒。凭什么你抢？论出手效率，还得看我。你那套慢吞的钝击太慢，我一刀一个才快。你们2个都别争了，我杀宗师从来都是一剑一个，你们抢不过我。哼，吹牛！上次在赵国杀那尊宗师，明明是我先破的防。配合问题，你冲太前差点送命，是我替你挡了3招。吵够了就收声，任务是灭门，不是比谁杀得多，别因为争功误了事。启禀统领，找到了位置，往深山纵深12里，一处隐秘山谷，只有一条主道传入，四周悬崖峭壁，易守难攻。门口有雌雄双雕像，暗哨密布，守卫森严，确认为合欢门总通无误。知道了，既然找到了，那就不用等了，整队进山灭门。是，首领。喂，你说咱们守在这破地方，哪来的敌人？门主都成大宗师了，谁敢来送死？就是，咱们这岗纯熬时间。合欢门的弟子也就这点水平，藏得再深，还不是一眼就看穿了。这种货色也配守在总台门口？哎，这岗哨真无聊，半天看不见个人，怕啥？咱们这地方隐蔽，没人能找过来。水平太差，连藏都藏不好。这种水平也配站岗？留10人守住谷口，不许任何一人逃走，其余人随我进谷。是。合欢门倒是会选地方，不过这样更好，正好一网打尽。正合我意，把他们困在这山谷里，插翅难飞，省得我们满山追猎。哪来的人啊？穿黑衣服，看着不像自己人，是外敌。所有人集合，外敌入侵，杀了他们！杀！这些垃圾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我都不屑于出手。弟子们全没了！这群杂碎竟敢屠我合欢门人！门主，他们杀了大家！混蛋！
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屠我合欢弟子？你就是合欢门主林平。是我。好，正主出现，杀，一个不留。合欢长老正好给咱们练手。好强的修为，休得猖狂！就这点本事，也配当长老？此人力量恐怖，不可硬扛。废物，连近身都做不到，身为后人沈团不想死了。结束了。我要杀了你！这就是大宗师的力量，真气碰撞竟如此恐怖，远超宗师境。同为大宗师前期，此人真气竟如此厚重。必须杀了他，为弟子报仇！怒火空心，章法已乱，撑不了多久。血煞斩！好强的招式，这就是合欢门绝学罗网千重劫。大宗师之境，你还没练到家。我要你陪葬！燃精血倒是刚烈。合欢斩！林平疯了，这是要同归于尽。闪！大宗师又如何？恭喜首领解决大敌。搜，合欢门的秘简、财物尽数收缴。是，首领。这藏书阁也没什么好货，全是垃圾，白瞎这么大地方。金强，过来，有好东西。又怎么了？下流！合欢门果然没个正经东西。别装正经，这可是顶级双修功法，练好了修为能再进一步，是难得的好东西。滚！老娘才不练这种龌龊功法。玄烈，你过来看看，这是什么文字？没见过，不是中原的字，我也不认识。藏得这么严实，肯定是好东西。拿着吧，反正也不占地方，带回去再研究。原路返回，烧了合欢门。是命。
人呢？分搜，仔细检查，看还有没有活口。大人，没有活口，所有人都死了。合欢门上下无一生还。据属下推测，他们的死亡时间不到1天。合欢门的建筑也被人一把火烧了。混蛋，还是来晚了。线索断了，羊皮卷极有可能在刚才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，彻底消失。撤退，返回圣将。原路返回，烧了合欢门。是命。人呢？分搜，仔细检查，看还有没有活口。大人，没有活口，所有人都死了。合欢门上下无一生还。据属下推测，他们的死亡时间不到1天。合欢门的建筑也被人一把火烧了。混蛋，还是来晚了。线索断了，羊皮卷极有可能在刚才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，彻底消失。撤退，返回圣将。殿下，合欢门已全数剿灭，门主林平、4位长老、6位护法，还有门下数百弟子，无一活口。门内秘籍、丹药、药材尽数收缴，已带回罗网据点。做得好，罗网的效率本王满意。往后6剑奴留在本王身边，贴身护卫。赵高，你要抓紧时间搭建罗网情报网，尽快让整个情报网运转起来，覆盖全境。遵命。都来看看，这东西被合欢门藏得那么严实，肯定是个宝贝。咱们一起琢磨琢磨，看看上面写的啥。这不是中原的字，会不会是西域那边的文字？那边的文字大多长这样。有这个可能，咱们都没去过西域，认不得也正常。算了算了，看不懂，白忙活一场。等日后碰到西域的人，再拿来问就是。先放着。又到了每个月大签到了，系统签到，赶紧签！召唤霍去病。末将后与病参见殿下。冠军侯不必多礼，本王盼你已久，得你相助，北凉如天虎翼，末将定不负王爷所托。骑兵，北凉骑兵是北凉军的核心战力，如今却缺一位深谙骑兵战法、能统千军的猛将统领。往后，北凉铁骑尽数交于你指挥。末将领命。走，随本王去城外月营，让你见见新伙计，也让你瞧瞧北凉军的底子。左路间距拉开，别挤成一团。出枪要快准，再练100遍。谁的动作慢了，加练50个深蹲。那是王虎，北凉军的先锋官，一流武者，一手近战功夫了得，正是练步兵的好手。是员猛将。王爷，起来吧，继续操练，别停。王虎，给你介绍一位新同僚，这是霍去病霍将军，日后由他统领北凉骑兵，你多与他配合，把北凉军练得更精锐。霍某见过王统领。霍将军客气了，以后还请霍将军多指点。殿下，子龙，给你介绍一位猛将，这是霍去病霍将军，日后你们2人共斩北凉军。霍将军，久仰大名，北凉能得将军效助是大幸。赵将军客气了，日后共事，还望赵将军多多关照。不敢当。各位将军，入座。谢王爷。王虎，10万新兵训练进展如何？回王爷，训练顺利，新兵底子扎实，进步飞快。不过半月，方阵、体能、基础刺杀全已达标，再过1月，便可磨合出军阵雏形。辛苦归辛苦，后勤可跟得上？跟得上，全按王爷军令执行，1日3餐，顿顿不落。
早餐稀粥饼子，午餐炖肉粗粮，晚餐青菜豆腐，管饱。士兵们吃得饱，有力气练，没人喊苦喊累。记住，王虎，当兵打仗，吃饱饭才有力气挥刀，绝不能让士兵饿着肚子训练，这是底线。只有吃饱饭，筋骨才壮，气血才足，打起仗来那才是一头头猛虎。伙食到位，士气才稳，士气稳，军心才固。属下谨记，定守好这条线。后勤占了一支军队胜仗的一半。我不懂亮兵细节，但我懂这个理。兵可以练得苦，但不能让他饿着。往后粮草署由你全权负责，任何克扣粮饷、偷减伙食的事，格杀勿论。是。王爷，我200万大军压境，大秦边军那群弱兵根本不堪一击，此番南下必能一举破城，北方6郡尽归我蛮族所有。没错，王爷神勇无双，有您亲自领兵，那大秦边军怕是见了我军旗帜，就吓得弃城逃跑了。说得好，大秦气数已尽，这北方6郡本王要定了，传令下去，全军加速前进，踏平大秦边境防线，让我蛮族的狼旗插在北方6郡的每一座城池上。传令下去，先锋军只为不公，每日佯攻造势，务必让城内秦军急不可耐，死命求援。属下遵令。快，即刻派出快马，星夜赶往边军主力大营，禀报主将，蛮族100万大军压境，朔方危急，请求主力火速驰援。蛮族竟敢大举来犯朔方弱师，北方防线危矣！全军集合，即刻开拔，驰援朔方城。不好，中埋伏了！列阵防御！将军，完了，全完了！40万边军主力在赤北荒原被蛮军全歼，张衡将军战死了，40万大军全没了，咱们要完了！是我的错，全是我的错呀！我不该贸然求援，不该看不清蛮军的诡计，我害死了40万弟兄，我是大秦的罪人。将军，事已至此，您别自责了。当下要紧的是守住朔方城啊！所有将士听着，边军主力没了，可朔方城还在。我们身后是大秦的国土，是家乡的父老，我们退无可退。今日起，我李猛在此立誓，人在城在，誓与朔方共存亡。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也绝不让蛮军踏过城头一步。愿随将军死守城池，人在城在，誓与城池共存亡。传我将令，30万先锋军即刻对朔方城发起总攻，不计代价，1个时辰内
踏平此城。另外，命主力大军整顿行装，即刻南下，直奔同安城。遵令。城在，人在。诸位，事到如今，不必再慌。当下立刻传我军令，800里加急，命各城守军放弃小城，尽数驰援高安城。小城丢了无妨，高安城绝不能失。侯爷，各城守军抽调，其他城市岂不拱手让人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先守成安，再谋后续。同时，立刻草拟求援文书，800里加急送往京城，请求朝廷速派大军支援。即刻传令下去，征召城内所有青壮年百姓，凡15岁以上、50岁以下，尽数编入守城军府。遵令。快关城门！快关城门！城上可是镇北侯赵衍？正是本侯。赵侯爷，大秦40万边军已全编，你这高阴城内不足10万弱兵，根本挡不住我100万大军。本侯给你一条活路，即刻开城投降，我保你荣华富贵。完颜无主，你也配跟本侯谈投降？你区蛮夷小辈，也敢在此大放厥词？想让本侯投降，做梦去吧！高安城有本侯在，你休想踏进一步！好一个牙尖嘴利的老匹夫！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便休怪本王心狠手辣。3日之内，我必破吉安城，将你赵燕蛮军万段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加强城头防备，昼夜轮值，不必理害蛮夷的叫嚣。诸位，蛮军已到城下，完颜王爷许诺，只要我们打开城门，赏黄金1万两。只是城门守卫森严，我们怎么动手？今夜子时，我等带人去城门换防，就说奉了侯爷之命，趁机拿下守门士兵，打开城门。只要城门一开，蛮军骑兵立刻入城，安军城唾手可得。好，拼了！跟着周大哥搏一场富贵！传令下去，10万精锐骑兵即刻上马，悄悄逼近城门，等待城内信号。只要城门一开，立刻冲锋入城，格杀勿乱。奉侯爷之命，我等前来换防，你们速速退下休息。动手！快开城门！怎么回事？哪来的喊杀声？侯爷，不好了！蛮军杀进城内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城墙坚固，蛮军骑兵怎么可能攻破城门？不是攻破的，是城内出了叛徒，边军里的叛将打开了城门，放蛮军进来的。好一群乱臣贼子！传我命令，即刻调动府中亲兵与城内守军，全力围剿入城蛮军，务必夺回城门，将蛮军赶出城去。敢退缩者，一律格杀勿惮。守住！快守住至甘道，支援城门，绝不让蛮军再往里进！杀！随本侯杀出去！找死！将士们，随本侯杀！把蛮军赶出城去，守住秦安！
密密麻麻的蛮军如潮水般四面八方来，没有一人死。镇北侯，别挣扎了，你的守军已经溃了，你身边只剩几百残兵，早已没有退路。现在投降，本王的条件依旧不变，保你荣华富贵，饶你麾下残兵性命。若是执迷不悟，今日这满城将士也会为你陪葬。完颜无产，你少做美梦！你爹当年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我大秦将士宁死不降。好一个宁死不降！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本王便亲自送你上路。我倒要看看你这镇北侯还有没有当年横扫草原的威风。老东西，你的时代早就过了。殿下，北方最新情报，最坏的消息来了！大秦北方全线防线失守，安丁城被蛮军攻破，镇北侯赵衍战死。蛮军出动了多少兵力？安丁城城高池深，怎会这么快陷落？回殿下，蛮族府妹大足足出动近200万家，镇北侯有大宗师修为，也无力回天，最终战死在乱军之中。看来大秦这栋大厦真的从根基开始烂了。殿下，北方防线一破，蛮军下一个目标必然是北凉郡，我们必须早做准备，否则必将陷入被动。罗网密切注蛮军主力动向，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汇报。殿下，速去军营，传本王命令，召霍去病、赵子龙、王虎3人，即刻来王府议事，不得延误。是。这时候殿下急着叫咱们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看殿下传令的架势，定是急事，具体何事我也不知。别猜了，进去便知，别让殿下久等。来了，都坐吧。叫你们过来是有要事说。接下来，北凉军要打一场硬仗。北方蛮族出动200万大军，攻破了北方防线。富安城丢了，镇北侯战死，边军主力全没了。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北凉郡。200万！我操！蛮族这是把老底掏出来了啊！下这么大血本，80万边军呢，败的也太快了吧！好歹也是守边的兵马，怎么顶不住啊？殿下，只要咱们布防得当，死守北凉，蛮军再多也未必能啃下来。200万大军，这么多人马，每天要吃的粮草用的物资都是天文数字，他们的粮道肯定拉得很长，不堪一击。咱们只要找准机会，让他们没法边打边抢东西补给，他们撑不了多久，必败无疑。北凉郡是本王的领地，本王1寸都不会放弃。传本王命令，接下来北凉军全力备战。王虎，你负责征召城内所有青壮年，编入守城队伍，日夜操练。赵子龙，你带人在各要道布置陷阱，挖壕沟，埋巨马，把防御做足。霍去病，你统领骑兵，随时待命，四袭扰蛮军和粮道。是，殿下，听说了吗？蛮族来了足足200万大军，把北方防线全冲垮了，边军竟然败了，富安城也破了，镇北侯都战死了，那现在咋办？跑还是不跑？跑！你往哪儿跑？没等蛮军来袭，全死在半路上了。北凉王府有令，现在招募全城青少年参与加固城防，保卫家园。王爷说了，绝不离开北凉城，誓与北凉城共存亡。王爷与大家同在，共同守卫家园，共抗蛮军。堂堂北凉王都选择留下来死守，那我们还怕什么？出工出力，加固城墙，人人有责。愿意加入的，立刻到城门口登记处报名。快进城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城里有王爷，有北凉军，有城墙守着，至少还有个盼头。先保住小命再说，等仗打完再回来重建家园。殿下，暗探传回最新军报，蛮军动了。情况如何？蛮军20万先锋骑兵已然全速南下，直奔北凉郡而来。看样子是要以先锋开道，大军压境，一举拿下北凉。20万先锋骑兵不是100万主力，只是一支先锋部队。蛮军势大，气也嚣张，若是任由其长驱直入，北凉士气必受创。倒不如主动出击，先一口吞掉这支先锋军，狠挫蛮军锐气。来的速去传命，召赵子龙、护去军即刻来王府见我，不得延误。是。参见殿下。赵不必多礼，找你们来是有要事。蛮军20万先锋骑兵已逼近边境，100万主力在后。本王的意思是，主动出击，先干掉这支蛮军先锋，灭了他们的嚣张气焰。殿下英明，蛮军一路连胜，早已骄横，正是歼敌的好时机。不过20万骑兵
在我等眼中不过是土鸡瓦狗。殿下麾下5000玄甲铁骑，皆是精锐重骑，装备精良，战力超群，足以正面凿穿这20万蛮军先锋，根本无需费多大力气。好，那就干！今日即刻整备兵马，傍晚时分出发，全歼蛮军先锋。这一战，本王亲自带队与你们一同前往。殿下，战场凶险，您万金之躯怎能亲赴险境？我知晓其中凶险，此番前去并非上阵厮杀，而是为玄甲火骑做后勤。5000重骑兵，人吃马眼，每日消耗的粮草是天文数字。此次要的是高机动奔袭，绝不能让后勤拖了后腿。有我在，可保证粮草充足，将士们可以敞开了吃，无需顾虑补给，方能全力作战。属下遵命，定不负殿下所托，全歼蛮军先锋。殿下，5000玄甲铁骑整装完毕，粮草兵器悉入备齐，随时可以出发。王虎，本王带领玄甲铁骑前往边境截杀蛮军先锋，城内防务、百姓安抚、城防加固，尽数交由你负责。守好北凉，就是守住我们的家，切记不可掉以轻心。遵命。哈哈哈！好，玄甲铁骑，听令，出征！我的娘啊，这就是玄甲铁骑，太吓人了吧！这次王爷亲自带队去打蛮军先锋，肯定能把那帮蛮夷打得落花流水。听说这次王爷是去打蛮军的先锋主力，足足20万骑兵呢，咱们就5000人，能打得过吗？咱们就等着好消息吧！王爷出征，必是大胜！哼，土鸡瓦狗也敢来送死！玄甲铁骑，冲阵，凿穿他们，一个不留！挡我者死！顶住！用箭射他们马腿！巴尔将军死了，快逃啊！一个不留，追杀殆尽！大将军，大事不好！巴尔将军带领的1万骑兵全军覆没，巴尔将军战死了！你说什么？1万骑兵，整整1万！你告诉本将全军覆没，巴尔死了！对方可是只有5000人啊！你们到底是怎么打的？大将军，这是奇耻大辱！北凉人竟敢如此狂妄，杀我大将，灭我骑兵，此仇不共戴天！请大将军下令，全军出击，踏平他们，把这群北凉砸碎万段！还我命令，全军压上，骑兵全部出击！我要让这支北凉军连人带马全都葬在这片荒野，洗刷今日之耻！杀，一个不留！1万骑兵没了，怎么可能？巴尔将军也死了。北凉人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刀枪不入吗？大将军，这群北凉骑兵怕是真的不知天高地厚了。就算他们是重骑兵，装备精良，可在19万对5000的绝对人数差距面前，又能如何？再厉害的钢铁堡垒也架不住无数锤子去砸。更何况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这种重骑兵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换装备，所有人卸下弯刀、长矛，改换钝器铁锤、骨朵、狼牙棒，全都换上。大将军高明，重骑兵虽强难入，但最怕的就是钝器。只要把他们连人带马的骨头砸碎，就算铠甲再硬也没用。没错。他们的甲胄再厚，也挡不住钝击。只要把他们冲散、砸垮，这仗就赢了。好了，全军冲锋！听我号令，
包围他们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一个。要把这群杂碎全部围起来，斩杀殆尽。今日我要以此血洗刷巴尔全军覆没之耻。全甲铁骑，随我冲锋！目标：敌军主将，杀！冲！哈哈哈哈！北凉骑兵将领真是个蠢货，5000人敢冲我19万，他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？就是找死！区区数千骑敢正面硬冲19万大军，简直是找死中的找死！杀了他们，抢装备，抢他们的铠甲，抢他们的战马！随我冲，别停下来！往前上，冲破他们的阵型，砸烂他们的铠甲！将军，后路被堵了，咱们被包围了！别管后面，众骑兵只有一往无前，往前冲，才能杀出活路！全速冲锋，往前杀！倒是有点本事，这支北凉重骑兵确实是精锐，可惜终究只有几千人，再能打也逃不出我这包围圈。传我命令，全军收缩，围死他们，把所有兵力压上去。就算他们是同焦的铁柱，今日也要把他们耗死在这荒野上，为巴尔报仇。蛮敌军多势众，你我2人杀出去，直取敌将首级。只要斩了敌军主将，蛮军必乱。好，我与你一同前往，稳住阵型，保持窃行阵，稳步推进。待我2人斩了敌手，再来与你们会合。是。挡我者死！飞起！这生生蛮军四口气中战算者，狠狠打碎！大将军，大事不好！对面这2个将领全是大宗师，看这架势是要直奔你而来，斩首夺旗。大宗师又如何？这世上还没有无敌的大宗师。传令，围堵这2个贼将，上黄金10000两，拜万户侯。杀了这2个秦国将领，万户侯是我的。更惨烈的近身搏斗，骑马！找死！随我上！来得好！你是大宗师圆满！这么年轻的大宗师圆满，还有没有天理？蛮军主将已死，大将军死了，主将都被杀了，我们输了。弟兄们，随将军破敌！好，打得好！你们2人立了大功，全甲铁骑个个都是好样的，别耽搁，立刻打扫战场。
重点把还活着的南马都收拢起来，这些都是草原上的优质良马，比普通的马强壮得多，速度快，耐力好，留着大有用处。是。殿下，战马已经全部收拢完毕，一共67000多匹，全都是健壮的好马。全军集合，带着战马撤回北凉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20万大军被5000人打得全丢盔弃甲，这不是战败，是奇耻大辱，是我蛮族100年未有的奇耻大辱！王爷，这不是真的吧？20万对5000，怎么可能败得这么惨？北凉什么时候有这么强的军队了？就是大亲手进军，怎么会战死？对方到底是什么人？5000人可是大宗师，击溃20万先锋，那是什么骑兵？刀枪不入。大秦边军什么时候藏了这么恐怖的力量？传我命令，主力全军加速行军！我要亲自率领100万大军踏平北凉，碾碎那支骑兵，用北凉王的血洗刷今日之耻！发营前进，全军开拔，目标北凉城。动了，蛮军主力动了，马上把消息传回去。北凉大宗师，这次本王定要把你们抓住，千刀万断，挫骨扬灰！殿下凯旋，玄甲铁骑大胜，我们赢了！玄甲铁骑5000破20万，天下第一铁骑！跟着殿下，咱们北凉无敌！以后谁再敢说北凉军弱，老子第一个不服！罗网刚传回的情报，完颜乌社的100万主力已经全员开发，全速扑向我北凉。但他们人太多，摊子太大，前军和后军已经彻底脱节，粮草辎重队落在最后，防备。殿下的意思是袭扰后军，断其粮草。正是。花去病，本王命你即刻点齐3000玄甲铁骑，连夜出击，直扑蛮军粮草辎重队。末将遵令。罗网探子令给你传递位置就能做，你只管按情报突进。第一，一把火烧光蛮军的粮草辎重工程器械；第二，烧完之后不回军不硬拼，直接展开游击战术。游击战术？对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，玩脏炮，玩阴的。玩不死他们，遇到蛮军小部队直接吃掉，速战速决；遇到大股敌军掉头就跑，绝不恋战，保持玄甲体系的高机动性，日夜骚扰，让完颜乌苏的100万大军睡不好，吃不上，走不动，彻底疲于奔命。记住，打完就跑，跑了再打，牵着他们的鼻子走。殿下放心，末将全明白了，就是不跟他们正面硬抗，专挑软的捏，疼的打，像蚊子一样盯着他们发疯，还抓不到我们。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一套叫游击战术。我要让完颜乌之好好尝尝什么叫100万大军有计使不出，有火没处发。末将保证完成任务，3000玄甲铁骑定烧光蛮军粮草，扰得他们昼夜不宁。去吧。连夜出发，隐蔽行踪，切看功，不冒进。是。殿下这一手游击，定能打乱蛮军阵脚。将军，蛮军的粮草辎重队就在前面3里外。所有人听着，前方3里，蛮军粮草辎重队就是目标。今日任务只有一个，烧光，全部烧光！所有人拿出干粮和丹药，速补体力。5分钟后，全军出击！什么声音？像马蹄声。这么密，哪里来的骑兵？是大秦骑兵，是北凉的铁骑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阿骨热，你带2万精锐骑兵立刻出击，给我把这支骑兵拦下来，全歼！记住，要快，别耽误了押送粮草的时辰。儿郎们，领立功的时候到了，随我冲上去，宰了这群大秦狗崽子！大宗师，他
他是大宗师，怎么会是大宗师带队？你这全然不顾方向。想跑？